杨紫林心如间隔10年再合作，两人见面显尴尬，小配角成了大明星。10月26日，湖南卫视推出的全新综艺《我们的美好生活》开播，谢娜、杨紫还有林心如成为节目的常驻嘉宾。该节目主打就是乡村治愈之旅，被称为是女版的《向往的生活》。他们远离城市的喧嚣，置身于乡村田园，一起建设最美乡村民宿。他们为民宿选址取名，邀好友试住体验，一起奔赴美好生活。不得不说，这类慢综艺真的很治愈。不少人都很惊讶杨紫怎么会来参加这样一档节目，毕竟她1年上头戏约不断，几乎都住在剧组里，偶尔参加个综艺飞行很正常。但这次竟然成了民宿的合伙人。节目播出后，原来杨紫是被谢娜叫过来的。原本她也是刚拍完戏，准备休息一段时间，但娜姐发出邀请，所以她就去了。还有林心如的到来，也实属难得。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内的开展工作了，也鲜少能看到她在一档节目里待这么长时间。而林心如的另一半霍建华前段时间也是在内的拍戏，想来夫妻俩未来几年或许要将重心放在大陆了。3位合伙人初见面时，林心如跟杨紫率先相见，两人彼此寒暄，亲切打了招呼，但看上去气氛却有些尴尬。杨紫跟林心如已经10年没见面了，上一次见面还是在法国拍摄《花非花雾非雾》时，一转眼1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杨紫还只是个小配角，颜值方面也不算出众，在《花非花雾非雾》中扮演了4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只是没想到10多年过去，当年的小配角摇身一变成了现在瞩目的大明星。估计林心如见到杨紫也蛮感慨的，变化太大了。很快谢娜也抵达现场，有谢娜在，气氛一下子缓和起来。杨紫见到娜姐也是上前深深拥抱对方，就像是自己的亲人到了一样，一下子底气就足了。节目看点也有了，不得不说谢娜的人际关系确实牛。节目第1期也邀请了其他的嘉宾，林心如喊了好朋友苏有朋来，就算自己忙得不可开交，也想着抽出时间来节目中相聚，为林心如撑腰，真的有被两人的神仙友谊感动到。而杨紫则是叫了自己的好朋友乔欣，他们俩关系好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了。杨紫在乔欣面前就像个小宝宝一样，俩姐妹的情谊也一直都很好。节目中，苏有朋导演被再次问到拍左耳期间的感受，而杨紫又2次被伤害。众所周知，他当年也去面试了左耳，但苏有朋没有用他。尽管杨紫表面上一直表达的轻描淡写，但估计那年没选上，想必对他的打击也是不小的。杨紫虽然是童星出道，但实际也走过不少弯路。她有如今的成就，并非一蹴就成，也是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取得成功。当年宋丹丹还说杨紫当不了明星，也有很多人黑她的颜值跟身材。如今她在娱乐圈闯出一片天，相信各位前辈对于这个小姑娘也是刮目相看了。林心如提起霍建华，自称不敢一个人睡觉。杨紫、谢娜，你戳我干什么？林心如和杨紫在一部综艺真人秀节目同框了。第1次见面，杨紫主动释放了善意，她直接喊林心如为姐姐。作为礼貌，林心如只用了很普通的你好来表示打招呼。两个人的见面拥抱也非常的客气生疏。对比一下，杨紫和谢娜开心环抱就可以看出来了，她的确和林心如并不熟，甚至可以说有一些尴尬。两个人打完招呼之后，有过短暂10秒的冷场。两个人明显都不是很主动想和对方深聊，像极了普通的同事。为什么他们之间会那么的尴尬？林心如和杨紫本来没有什么，但是加上了霍建华，他们3个人的名字出现在同一个画面，尴尬的时刻就来了。来捋一捋他们之间的关系。首先，杨紫和霍建华合作过一部剧，还演的是情侣。而杨紫和林心如也合作过一部现代剧，两个人在剧中并没有太多的交流。这样的尴尬的交集之下，一向活泼高情商的杨紫在林心如面前难免也会尴尬紧张。虽然杨紫嘴上说不尴尬，3个人很舒服，其实看出了她在林心如面前有一些放不开。林心如在综艺节目中间接提起了霍建华，虽然没有提及老公的名字，从她说不敢一个人睡觉的时候，就知道她说的是霍建华。如果不在的话，她是不敢一个人睡觉的，尤其是在外边，她会害怕，没有安全感。
这就很奇怪了。林心如之前拍戏的时候，难道不都是一个人睡觉吗？林心如就给出了解释，是因为太久没有外出拍戏了，所以一时之间难以适应。再加上好久没有来内地录制综艺节目了，她内心还是会害怕的。两个已婚的女人当着杨紫这个单身女生的面聊起这样的婚后生活的话题，难免不大合适。谢娜完全没有顾及到杨紫的感受，谢娜还因为过于沉浸在八卦中，她直接用手臂去戳杨紫，杨紫很无奈尬笑：“你戳我干什么？”其实，在镜头前，林心如、谢娜聊到这样的话题，杨紫内心肯定是尴尬的，毕竟她之前可是和霍建华合作过，当时一度被传杨紫对霍建华心动过。当时杨紫的荧幕初吻也是献给了霍建华，于杨紫而言，霍建华肯定是特殊的存在，所以杨紫的脸上出现了很尴尬的笑容，说不上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是嫉妒，是羡慕，还是恨？真正的情绪和感受，也只有杨紫自己懂的。只是那一刻，带入杨紫的感受，绝对不是一件很舒服的。谢娜的八卦也带出了很大的信息量。霍建华最近在横店拍戏，虽然林心如也在浙江录制综艺节目，但是他并没有和林心如在一起。相比之下，苏有朋和林心如这一对纯友情更好磕。原来苏有朋本来是要筹备演唱会，不想参加综艺节目，就因为这是林心如多年后在内的首个综艺节目，他还是来捧场，顺便来帮林心如。苏有朋是真心在宠爱林心如，只要他一句话，他就来了，他就是林心如最大的安全感。这不就是妥妥的宠爱吗？男女生真的有纯友谊吗？看到他们同框，林心如嘴上喊着杜飞，再到他们一起在厨房洗菜，这不就是剧中他们婚后的幸福生活的延续吗？突然脑中闪过一个念头，霍建华看到这一幕，不知道会不会吃醋。如果当初苏有朋和林心如结婚了，他们的婚后生活是不是就像这个定格的画面一样，那么的美好幸福呢？明明关系那么好的两个人，为什么当年苏有朋不娶林心如？只能说，有的时候友情比爱情更长久。我们的美好生活首播，清一色好评，典型的粉丝行漫综艺10月27日，综艺节目《我们的美好生活》已经可以在芒果 TV 首期观看。26日夜间，这档综艺节目在芒果方面上线。从观众短评情况来看，不少粉丝型的观众是熬夜看完的。这档综艺邀请了谢娜、杨紫和林心如等明星嘉宾，10期当中更是有苏有朋、乔欣等飞行嘉宾登场。基于目前形成的观众短评情况来看，这档综艺可谓是清一色的好评。在豆瓣等处，我们的美好生活基本上都是4星或者5星的好评状态。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的话，那这档综艺最终的观众评分应该会在9分以上。我们的美好生活到底值不值9分？估计每一位观众都有自己的评价。从粉丝的角度上讲，这档综艺确实容易让大家嗨皮起来，尤其是杨紫的粉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杨紫也成为了流量明星。我印象当中，杨紫刚刚转型做电影演员的时候，还是一个没有票房号召力的成年童星。好像拍摄了几部流量剧之后，一跃成为流量粉丝们纷纷追捧的明星艺人。站在粉丝的角度上看待这档综艺，它确实是非常好看的。杨紫、谢娜、林心如等明星艺人在综艺节目当中不仅亲密互动，而且有说有笑，甚至于开启了不少的电视剧内容方面的回忆杀，这些内容都是可以调动粉丝积极性的。所谓的回忆杀，实际上就是对粉丝而言的。如果站在普通观众的角度来看这档综艺，可能又是另一种评价了。我这里只能聊个人看法了。不可否认，明星们的到来能够为这个湖南的小村落带来更多的游客，尤其是这群明星艺人们的粉丝群体。站在振兴这个小乡村旅游经济的角度上讲，我们的美好生活确实有自己的价值，这一点应该率先肯定一下。另一面则是从已经播出的首期内容来看，这档综艺和《向往的生活》似乎区别不是很大。如果说《向往的生活》最后一季的首期节目当中，还有何炅、黄磊改造一个老房子，
亲自动手的话，那到了我们的美好生活当中，改造老房子的活儿，这群明星们都不需要亲自动手了。这群明星们要做的事情便是来到已经改造好的民宿当中，开启各种聊天、炒菜和吃饭之旅。之基于首期内容来看，这群明星们似乎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了。在自然风光秀美的小山村当中，这群明星应该会开启自己向往的生活了。这种向往，实在更像是一边度假，一边拿着出场费。真人秀综艺节目之所以好看，是因为有冲突。真人秀本质上和电视剧是相同的，没有冲突的电视剧，大家伙肯定不喜欢看。真人秀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然，有些真人秀作品的冲突制造过分粗糙，造成了观众的逆反心理，也是应该深思的。反观这次的《我们的美好生活》，更像是明星向往的生活的流水账记录，缺乏基本的冲突看点。作为普通观众，我感觉这档综艺十分寡淡，而且并不治愈我。看别人旅游，我只能眼馋，不能治愈。我见很多粉丝群体说，看这种明星享受生活的慢综艺，自己很治愈。粉丝们都是好同志，看偶像吃肉，自己闻味儿就治愈了。谢娜好吵，这是我看这档综艺最先出现的个人看法。可能会有很多粉丝喜欢谢娜的这种幽默方式，这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所以我在开篇便明确了一个说法，我的这些评价都是个人的。谢娜的主持表演方式应该是仁者见仁吧，我总觉得她这种故意逗乐子哈哈哈的方式膈应人。比如说林心如说不习惯一个人睡觉，谢娜立马追问，你最近都是2个人一起睡吗？这种追问实在是有点女版郭德纲的意思了。我个人非常不喜欢郭德纲，网络上有很多郭德纲机灵的短视频，称赞他脑袋是多少内存的，运转快。可是那些现场主持的视频我看完了之后都觉得膈应。这种直逼别人隐私的追问式主持，不是聪明，是膈应人。基于以上这些，我认为这档综艺是较为典型的粉丝型慢综艺。粉丝们喜欢就好，我这样的落伍的老观众不爱看甭看。如果我的个人看法表达伤害到粉丝们了，我也提前道歉，是我错，粉丝们对。